在纽约的一个公园里，小约翰像平常那样跟朋友们来这里玩。平时空旷的公园里，有一个亚洲人面孔的女人坐在椅子上失声痛哭。这个来自异国他乡的女人来到千里之外的美国，只为治好自己的病，用尽一切方法，却得到了一纸无法治愈的通知。得到后失去，远比一无所有要痛苦得多。他想起在自己国家得到的一切，他委屈命运的无常将他的一切夺走。在他擦干眼泪，想起那些等待他的人们，眼中的高光闪起。心中的不甘告诉他：我中岛美嘉一定要回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子美。上期为各位讲了《昭和美人传》第3位中岛美嘉出道前10年的故事。在10几岁的时候遭受校园暴力，无奈改变人生赛道。他也有过不堪的曾经，但好在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。他极其幸运且巧合的在首次选拔中就得到了展露锋芒的机会，他也借此机会变得万众瞩目。从19岁出道到27岁时，光 NHK 红白歌会就登上了8次，无疑是平成歌姬时代台风眼的人物。在2010年还出演《生化危机》，作为日本首位感染者，并且还出演电视剧《自恋刑警》。本以为这不过是他辉煌的演艺之路的再一笔而已。在当年的11月，中岛美嘉事务所宣布美嘉因咽喉管开放症停止音乐活动。在当时，日本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个病具体是个什么东西，以为只是像运动员哪里骨折了一样休息休息就好了。但是殊不知，在美嘉到美国时，医生建议他永远隐退。咽喉管开放症，它的症状类似于耳朵进水了，自己的声音的回声会变大，而且对外界的声音会有障碍。这对一个歌手来说无疑是致命的，因为这意味着你无法听辨自己是否跑调，也就无法调整自己的唱腔，并且这个病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方案。当时这对美嘉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，看着这些年得到了一切，将要全部失去，难道他只能选择放弃吗？在2011年，美嘉休养1年后复出，粉丝们非常高兴地以为美嘉的病情已经恢复。但在她首次复出演唱会上，一些观众感到了不对劲，因为照理说病情恢复后状态应该会变得更好，但这次简直就是大型翻车现场。美嘉在这场里的感觉一直在放声嘶吼，一会儿在调上，一会儿跑调。舆论上很多键盘侠出来，美嘉巅峰不在了，唱的什么鬼？不要再出来糊弄人了之类的批评涌现，但美嘉依然在坚持。演唱会一场又一场后，效果发生了改观，而其中有细心的观众发现，与几年前的美嘉相比，唱腔发生了改变。其实，在当初，美嘉真的有想过要永远隐退。这个病其实早在2010年宣布停止演艺活动的前5年就有过相关症状，虽然不明显，但就是在那几年尤其的严重。他当时选择去美国一段时间，一来是治病，二是想暂时离开娱乐圈。当他来到纽约，他尝试过无数种治疗的方法，但这个病仍然没有好转。还记得他来美国之前，原本在武道馆的演唱会取消，美嘉当天来到现场向观众们鞠躬道歉，但在场的观众得知美嘉得病后，自发地唱起《A Miracle for You》。一个为你而生的奇迹。台上的美嘉极为感动，一想到还有数以万计的观众在等着她，她坚定了要赶紧治疗的心。但现实无比的残酷，次次的寻医碰壁后，美嘉尝试如何在听不清楚自己音调跟音乐的情况下，正确找到节拍，唱对调子。但多次的练习后，美嘉陷入绝望。当她在异国他乡的公园里想要散散步、散散心时，但一想到这一切，忍不住在长椅上失声痛哭。但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她只好继续反复练习。她复出演唱会时，她唱的声音很大，身体的回声让她完全听不到外面的声音。根据天气的不同，病情也会不稳定，她只好一直使劲，不然根本唱不出来，所以她才会表现出嘶吼的感觉。但多次练习后，她渐渐找到了方法，她会通过踩脚来找到节拍，会记住唱每段歌词嗓子发声的力道。渐渐的，他找到了感觉，状态上离巅峰还是有点距离，但他仍在坚持。其中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一个人。当时美嘉的工作人员找到一位作词人，想要让他为美嘉作词。这个人就是日本音乐界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中岛美雪。了解日本音乐都知道，他可是怪物级别的人物，曾获得日本政府对艺术领域有发明创造贡献的紫寿宝奖章。这是美嘉前辈中的前辈。起初工作人员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，没想到美雪参考美嘉的演艺经历，一下子就写出来了。随着歌词还寄来一封信，北方的中岛写给南方的中岛。这首歌就是发布于2013年的《爱词》。受伤的昨天也好，受伤的未来也好，在自暴自弃之中，突然之间变成了拥有特殊意义的日子。想要相遇，想要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意义相遇，想要触碰，想要以过去截然不同的意义触碰，传递给受伤的你，传递给受伤的生命，哪怕只有懂的人才懂。这是个狂风呼啸的夜晚，请抓住我的手，不断积累的愿望，独自一人无法实现，想要传递，
像你为我微笑一般，像你让我不再哭泣一般，沉溺在过去如此难过，变得冰冷的你，传递给你打开心扉的钥匙，一段简短的爱之语，传递给受伤的你，传递给受伤的生命，哪怕只有懂的人才懂，继续将爱之语传递。美雪站在一个长者的角度，鼓励和肯定了美嘉的坚持，继续坚持，即使只有懂的人才懂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巧的是，在后来中岛美雪的演唱会时，专门邀请美嘉作为嘉宾与美雪合唱，但或许是与大前辈初次合作有点紧张，而唱错了一点。这时候，美雪像歌词那样，在演唱会现场拉起美嘉的手，造就了这张经典合影。此刻拉起美嘉的手，像是在传递给她力量的爱之语。而下一首歌，美嘉则将这份爱之语传递给每个人。这个契机是2015年的演唱会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我曾经也想过一了百了》。在2015年的全国巡回演唱会的某个现场，美嘉身穿酒红色长裙，在演唱这首歌之前，她希望大家可以听到最后。这首歌是由日本乐队阿玛扎拉西的主唱秋田红所作，这首歌很能体现他的风格，就像这个乐队的名字的由来，阿玛扎拉西。意味饱经风霜。秋田红认为，如果将日常生活的痛苦与悲伤用雨来做比喻，那我们每个人都是被雨淋湿的人。但即使如此，也要昂首向前。这首歌的创作，如秋田红所说，为了描写浓烈的希望，就必须先描写深层的黑暗。而这首歌的中文直译是我曾经想去死，死的理由很简单，简单的鞋带开了。有鸟在海边悲鸣，别人的一句话，看似简单的背后，这些都可能是击溃长期压抑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心灵的创伤可能不像身体有形的伤一样会被人看到，这种无形的敌人更多是与自己的对抗。在深夜的房间，面对电脑的微光，这可能更是与自己激战的战场。无数个想要了断的理由，就差一刻的勇气将宣告结束。但曲子的后半段开始尝试与自己和解，如此想死，或许只是活得太认真了。看着自己的笑容，想着自己与自己的相伴，他想将那一刻的勇气延长，想要尝试喜欢这个世界。只要自己还在，还有无限的希望，更好的世界或许在向自己袭来。当美嘉第一次看到这首歌时，像是说出自己心声一样，眼泪不止。他在这场演唱会上对大家说，在场的各位一定有过低迷困苦的时候，那时在想，肯定希望有人来帮自己。我希望这首歌大家可以完整听完，我将在此唱出大家的心声。无形的伤痛，可能只有无形的药才能治愈。这首歌说出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，在蔡载智一部叫做《晚年》的文集中，有一篇名叫做《夜》，写道：我本想在这个冬天就死去，可拿到一套鼠灰色条纹的麻质和服，是适合夏天穿的和服，所以我还是先活到夏天吧。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，你永远无法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，就像下一秒，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对照美嘉的人生路也是如此，曾遭受校园暴力的女孩，过了几年成为鹿儿岛首屈一指校霸集团的创始人，过了几年又干了模特，机缘巧合之下得到了成为演员歌手的机会，在全盛时期患病。但美嘉始终没有放弃，在她的成长之路上，美嘉看到了更宽广的世界，将自己的爱之语传递更多的人。而且体现生活戏剧性的一点是什么呢？在今年2021年，美嘉宣布自己的病居然奇迹般的治愈了。据美嘉所说，是疫情在家休息期间，突然发现发病的次数少了。虽然歌手不喜欢听到自己跑调，但美嘉她可以听到自己跑调，却非常的高兴。在2014年，日本的武道馆1万名观众的现场只有1位听众。身穿银白色长裙的中岛美嘉将话筒指向观众，观众齐声合唱名曲《雪之华》。在现场，许多人像台上的美嘉一样落下感动的眼泪。在节目的最后，请各位观众欣赏万人《雪之华》的经典现场，看看粉丝们对美嘉爱之语的回应。我是姊妹，如果大家喜欢本期节目，请各位点赞支持一下。下期为各位讲述昭和美人传的第5位，她是日本写真榜历史排名第1的女人，曾被亲生母亲强迫拍全裸写真，曾被深夜被献祭给著名导演北野武。她就是被称为拥有最纯洁笑容的宫泽理惠。我们下期再见。ありがとう。